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共百年党庆大会开成什么效果？那么，中共今年最大的政治项目就是百年党庆啊，那么准备了大半年啊，那么今天终于搞完了，到底什么效果？我们得总结一下吧啊，要不别人辛辛苦苦忙活半年。得总结总结啊。先说这个大会本身啊，这一次空中表演最大的看点就是歼20，有15架歼20啊，那么空中分成三个 V 字形的编队飞行，这是第一次啊，这个歼20数量最多的一次啊。那么这压箱底的货都拿出来了啊，然后呢，百年党庆安排了71架战机参加空中表演，那么包括4架这个直八，然后是组成100数字的直10、直19，组成71数字的歼10。那么当然这个其实呢。中共党庆的日期现在定的是7月1号啊，据考证，真正的日期成立的日期应该是7月23号，而不是7月1号。只不过呢，因为参加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5个人，剩下到最后只剩下了2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董必武，都不记得确切的日期，所以干脆7月1号算了。但真正考证之后，其实是7月23号。你想，7月1号安排71架战机，如果真的用7月23号，是不是安排723架战机啊？我们开玩笑啊。那么党庆期间啊，北京军区进入1级战备，然后北京市进入特殊状态，天上地下全方位严防死守。严把安全关，天安门东单西单地铁公交全部停运，各交通要道封路，军警把守，然后北京的航班全部转飞天津，外地车辆禁止进京，然后北京车牌要拍 X 光，防止假冒，然后是名胜景点开门，但是不准团体进入北京啊。然后全程有100万公安、武警、保安、街道啊，然后就是包括解放军啊，大街小分布在大街小巷，武警24小时巡逻，公安随处可见，全市达到了天罗地网全覆盖，甚至井盖都要封闭，然后进京的快递2次验货，然后所有的飞行器都不可以升空。小孩玩的玩具都不行啊，然后东华门那一带有些地方就是沿长安街的这一带，包括天安门周边啊，已经停气，天然气停气啊，社区组织饭店不让做饭啊，要到7月4号才能恢复正常。为什么要到7月4号？搞不懂啊。长安街是中国第一街，五彩缤纷，大街小巷这个红灯笼这个美不胜收啊，然后但是在这些花团锦簇的背后是什么？是恐惧啊，是恐惧。然后香港，我们讲远一点，香港，那主权移交，香港回归主权移交24周年，苹果日报停刊的第一个期一啊。特区政府在12份中英文报纸刊登头版广告啊，那么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特区成立24周年，花了多少钱？270万，还不贵啊，还不算太贵啊。然后百年党庆历时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整个过程分2部分，一部分是仪仗仪式啊，那么包括
包括升国旗呀、唱国歌啊、这个仪仗队啊、步操啊、这个礼炮啊等等啊，仪仗仪式啊。第二个就是讲话啊，然后就是民主党派恭喜啊，然后各界人士表达，最后是习近平讲话啊。那么这个就完了，就大概是这样。它其中一个看点是什么？其中一个看点是谁参加了，谁缺席了。参加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啊，中共的政治逻辑啊，参加是先是第一波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习近平先出来，左边是谁？左边是这个李克强，右边是谁？胡锦涛啊。通常呢，如果有往届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一个人会参加，就是总书记啊，就上一届的总书记可以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里面啊，所以呢，就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啊、韩正、王岐山，王岐山是现任副主席，然后再加一个谁？加个胡锦涛，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啊。那么给镜头就是给这一波人镜头，剩下的是谁？政治局常委啊，从丁薛祥开始，丁薛祥、王晨，啪啪啪啪啪。政局常委呢，政局委员呢，通常是什么呢？通常是按姓氏笔画啊，跟排名没有关系，全是，所以排名永远第一个是谁？丁薛祥2画，第二是谁？王晨4画，就这样来啊。然后呢，再往后就是谁呢？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就是什么胡锦涛、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全在里头啊，全在里头。什么张德江、俞正声、宋平，宋平都出来，宋平这个看得过去是架得出来的啊。再往后是谁？再往后就是统战部长尤权啊，尤权带着什么呢？带着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里面就有谁呢？里面就有8个党派的这个负责人。好，再往下是谁呢？再往下就是历届政治局委员啊，历届政治局委员，然后加上民主党派副主席啊，民主党派主席在上头，副主席历届副主席啊，比如说像什么迟浩田啊、江春云啊、王乐泉啊、王兆国啊、回良玉啊、刘奇啊、吴仪啊，这些都是历届的政治局委员。最后是谁呢？最后就是历届的中央军委委员啊，什么李作成、苗华、张生明、傅全友、于永波啊，这些都放在这底下啊。在最后是谁？最后就是香港特首加上澳门特首，这就是名单，就是这个名单怎么看就这么看啊，就当然他不管，他哗啦全排下来，但是你把它切，大概就是个这样的东西啊。那缺席谁缺席啊？大部分人都看出来了，缺席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缺席，其他都参加了。不过还有一个人缺席，很多人没看出来，谁啊？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没去啊，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没去，为什么？不知道。你从现在看，广东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广东最近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疫情。那么是不是说广东的疫情很严重呢？啊，不知道，但是我在这提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李希没出来啊，没出席，没参加。基本上你可以看天安门城楼子上面啊，中国最有权力的一票人就在那上头了啊。那就为什么全程戒严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像经常在海外媒体上被人提到的，像什么孟建柱啊，都在顶上，什么万全友啊、常万全啊，
包括像胡启立都在里头啊。那么好，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江泽民跟朱镕基为什么没来。当然他们要是想来，他们肯定能来啊，他们不来肯定是不想来，不想来就是不给面子啊，不给面子肯定是不高兴啊，不高兴就是因为不同意啊，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就是不同意啊，所以就不高兴，不高兴所以就不给面子，不给面子所以就不出席啊，当然。他可以提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最近身体不大好啊，参加不了啊，那就不来了呗。那么他们会不会真的因为身体不好不来？可能性很小啊，可能性非常小啊，因为什么？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的嘛，啊，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会身体不好呢？好吧，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就讲讲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很多人都在关注这几个重点的句子，什么14亿人民的铜墙铁壁啊等等啊，我们还是全面的概述一下啊，概述一下。他讲话有几点，第一个宣布成绩啊，哪两个成绩是什么？一个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第二个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啊。那么这两个讲起来呢，在这个百年党庆的大会上，你再不提这两个讲不过去了啊！你这两个是18大的政治愿景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承诺啊。你到现在你还不去宣布它的话，你讲不过去了。所以呢，第一件事情，讲话的第一件事宣布啊，这两点啊实现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这次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怎么说？这句话怎么讲？这么说，他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个总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我等一下再讲为什么会这么说啊。然后呢，他就用了很多排比句啊，排比句讲这个历史工具啊，历史工具他讲什么呢？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干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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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比，啪啪啪啪排下来啊。然后呢，这个实践伟大使命啊，就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叭叭叭叭叭，要干什么？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个写稿子的人非常偷懒啊，非常偷懒，就是用这种排比句把这两个主体啊解决了啊。那么提到了这个台港澳台湾问题这么说，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然后就这个，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坚决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共创民族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啊，讲台湾，讲香港。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基本上这两个陈述没有任何新意，没有区别啊，都是这个说了不干，干了不说的事情就是台港澳。
然后他就总结了3句话：100年前，100年前，过去100年啊，那么基本上是总结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发展成为拥有9500万党员，领导着14亿人口的大国啊，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1大执政党。这话说的这个沾沾自喜吧，叫沾沾自喜。你看，我们有950万人啊，然后领导着，一上来就说领导的14亿人口啊，这个，所以你看全世界的政党应该是服务于人民，它是领导的人民啊，然后这个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啊，世界第1大执政党啊，就是因为它是人数多啊。然后他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啊，哪有自己说自己的？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啊！最后喊了2句口号：伟光正，中共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然后很搞笑。这2个口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啊！好了，然后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看来呢，这个人民的确是需要共产党领导，因为它不正确啊，只有共产党正确啊，所以人民是英雄的，英雄的为什么？因为牺牲啊，牺牲就是英雄啊，所以这个逻辑是什么？共产党是正确的。人民是英雄的啊！好，我们来评价一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整篇讲话看完，第一，没有愿景啊，没有愿景，也没有理念啊，甚至没有逻辑啊，堆砌大词，底气不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不提中国梦了。也不提人类共同命运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啊，然后整篇讲话充满了仇外的情绪，煽动中国人民这种被外国这个欺压的这种臆想啊，你想一下，中国人民在中国怎么会被美国欺压呢？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起来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把中共的使命归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当然这肯定不靠谱啊！把这个中共的使命归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政治的角度，当然这个不靠谱。首先这个归纳是不靠谱。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他的政治使命当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从逻辑上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目标，它是结果对吧？你伟大复兴怎么能成为目标呢？伟大复兴它是一个愿景，它不是它是一个方向，它不是一个目标所以共产党它的这个目标应该是什么？就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他把这个共产主义放下，说是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把这个主题转到了哪里呢？转到了民族主义上面来转到了民族主义上。他为什么要转到民族主义上面来？这跟前面讲的为什么讲的是有逻辑关系的。他整篇文章强调的是仇外情绪，外国的压迫，一直在讲外国的压迫，外国你这个要企图怎么样？这个我就14亿中国人民铜墙铁壁怎么样？他都在强调外部的这种压迫，强调外部的压迫，他的使命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这中间是有逻辑的。他为什么要强调外国的压迫？
你中国有400万军队，怎么会有外国的压迫呢？对吗？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国，他怎么会有外国的压迫呢？要压迫也是中国共产党压迫，因为在中国大地上唯一有权力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你是个执政党，你执政党你不保护中国人民，怎么让中国人民被外国的压迫呢？这逻辑上不自洽，对吗？只有一个道理，就是让大家不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你讲中国人民现在还被压迫的话，只有一个人压迫他，就是共产党，对吗？所以呢，其实整篇文章用了很多大词，用了很多很强烈的语调，但是逻辑上讲不通。逻辑上讲不通是什么？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为有外国的压迫，那你要仇恨外国，然后可是你执政党，你有中国，你是一个960万党员的执政党啊，唯一的执政党还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呢，这篇讲话整个的讲了1个多小时，其实整个的文章的逻辑不通啊，逻辑不通，而且共产党的使命也没讲清楚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这篇讲话不合格啊，不合格。100年前中共一大召开，参加会议的15个人改变了，参加会议的15个人他们一起做出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中共的命运然而他们自己的命运怎么样？我们今天也顺便讲讲历史啊。这次参加会议之前讲是12个人，最后发现总共参加中共一大是15个人，15个人。那么我们就讲讲这15个人，我们也顺便来梳理一下中共100年，所谓的100年到底是个怎样的历程。那么参加这次会议的当然肯定就是少不了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个是马林，一个是尼科尔斯基这2个人呢，就一个是荷兰人，一个是俄国人那么然后就是中国的代表，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然后是长沙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书衡，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然后是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然后是广州代表陈公博，湖北的代表包惠僧，然后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这15个人。那么因为当初开会的时候走漏风声然后15个人就分别离开上海，跑到嘉兴南湖在那个小船上继续开他们的会。当然最后中间有人数的这个问题也搞了一圈，为什么？因为剩下毛泽东跟董必武他们也记不大清楚了，所以后来是不断的考证，最后考证是15个人那么为了召开一大，这个马林带着活动经费来每位一大代表每位代表150块现大洋先发100块，开完会再发50。当时的陈独秀说，因为他在广东有事就没去。实际上共产党的2个主要的发起人，北边是谁呢？北边是这个一南一北北方是李大钊，南方是陈独秀最后是陈独秀一大之后，陈独秀成为总书记那这是列宁的意思最后安排了陈独秀做这个总书记那么实际上这15个人，在15个人当中，其中9个人在49年中共建政之前已经死了那么剩下的6个人，只有毛泽东跟董必武上了这个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毛泽东善终，其他人都不得善终我们来讲讲这15个人的这个情况王尽美
啊，王尽美年轻多才多艺啊，那么但是在1926年就死于肺炎，肺病，死于肺病。那么李汉俊呢，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当中最早被杀啊，呃，他他其实有点冤枉，什么冤枉呢？他21年参加一大，二二年已经被中共开除了。为什么？因为他跟中央有意见，他反对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也不赞成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所以呢，当时呢，他第2年就已经被开除了。但是到了1927年，他被抓到被处决啊。所以当时他只有37岁啊。那么这是李汉俊。邓恩铭出席一大的时候只有20岁，他是一大代表里面第2年轻的啊。他是31年被国民党抓到，然后枪决，是第二个被杀。然后是何书衡是15个人里面年纪最大的，当时他45岁啊。到了35年，他已经是个风烛残体弱多病的老头了啊。当时中共就准备把他疏散到香港去啊，是身体不好，途经福建，被当地地主的一个义勇军发现，然后何书衡在逃避的时候被枪杀。同行的被抓的还有谁呢？瞿秋白啊，瞿秋白后来也被杀。那么陈潭秋很长一段时间，他是作为中共的代表派到这个莫斯科，作为驻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啊，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这个。后来呢，就召回派到新疆去工作。43年被这个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第2年甚至中共还不知道啊，被处决之后不知道43年被处决。45年这个中共七大的时候，还把陈潭秋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啊。那么这些呢，往上这几个呢，都是除了李汉俊死的时候被开除啊，已经被开除以外，都是死的时候都是共产党员啊。那么后面这些就复杂了，一个是陈公博一大之后回了广州，就退出了中共啊，他是第一个把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写成论文的人，并且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当时是1924年，21年参加一大，然后就退出中共，然后去美国读硕士，学成之后他加入了国民党，27年追随这个汪精卫40年在南京成立伪政府，陈公博担任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啊。44年汪精卫死于这个日本的名古屋的时候呢，指定陈公博作为继承人。不过他在代主席干了1年，就匆忙逃回日本，因为二战结束了啊。战后呢，被押回中国，成为头号汉奸。46年以汉奸之名被枪决啊，这是陈公博。另外一个就是周佛海也是另外一名由一大代表变成汉奸的人物啊。周佛海原来有妻室，一大之后就跟另外一个女子私奔到日本，然后到了24年就加入国民党，出任宣传部的秘书，然后脱离了共产党。很快他就成为国民党内非常积极的反共官员。随后他也追随汪精卫任职南京的伪政府。45年伪政府解散当晚，他宣布效忠蒋介石，被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后来呢，周佛海被拘禁判刑，蒋介石最后还是赦免了他，改为无期徒刑，但他只坐了2年牢，就51岁，48年51岁死于监狱。然后就李达是少数能够活到中共建政的一大代表啊。那么22年就第2年
22年开的二大就在李达家开的啊。他是23年因为和中央不和，就是23年和中央的意见不合，那怎么办？脱党啊，脱党呢，因为他跟毛泽东关系还不错。49年之后呢，重新批准他重新入党啊，又入一个党。虽然他有一大代表的身份啊，那么他只是扮演了一个边缘的角色，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啊。不过他仍然在劫难逃，文革开始被打成叛徒，然后76岁高龄还被批斗啊。66年8月，在批斗大会终于挺不过去啊，这个就死了，血压急降，大小便失禁而死啊。这是李达不得善终啊。然后就董必武啊，董必武是唯一一个跟毛泽东一起站到这个天安门城楼的一大代表啊。他能够保住这条命，只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他长期的和毛泽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一直支持毛泽东啊，这是他唯一的原因。但是到了文革，他也没有逃过啊，68年搬出中南海。然后后来去广州避难，林彪死之后，他的处境稍微好了一点。75年还选为这个副委员长，那选为副委员长2个月之后就病死了啊。那么他还算可以，他的处境还可以啊。然后是包惠僧，包惠僧是27年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觉得没什么可干的了，就退出中共啊，退出了中国共产党。31年，他利用跟蒋介石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的这个背景，在国民党谋的一个小官啊，之后就一直协助蒋介石。48年去了台湾啊，然后48年的时候呢，国民政府开始迁台湾。包惠僧呢就去了哪里？去了澳门啊。后来呢，就是董必武啊、周恩来啊，就帮助他又回来重新改造自己啊。那你想一下，有个这样的背景，在文革里面，57年他还大鸣大放，他没憋住啊，又发表一些意见，之后就被冲击。文革就不用说了啊，批斗。腿打断啊，身体已经垮掉，心脏病，后来还有肿瘤啊，一直熬到1979年病死啊，那个时候85岁。所以包惠僧的最后20年非常的凄惨啊。这包惠僧，张国焘非常积极啊。张国焘呢，因为反对国共合作，当时国共合作这件事情，中共党内其实很多人不同意啊，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他们其实是想让国共放到一起来啊，牵制日本啊，其实他们的意图是这个意图。他作为一大代表，最大的污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北洋警察厅抓住了他，这是在24年，他被警察抓住，然后拷问他的时候，他供出了李大钊啊，供出李大钊。最后李大钊是因为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就被捕，最后李大钊被判死刑啊。最后发现李大钊原来是间谍啊，而且这个张作霖直接派兵包围苏联使馆，从苏联使馆把整个的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展共产党的这些文件全部拉了2卡车。最后呢，张作霖还把这些文件进行展览，最后判这个李大钊死刑。间谍收取这个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等等啊，这是张国焘干的事情，就是把李大钊供出来啊。然后呢，张国焘出狱之后继续留在党内，
后来就是他作为我印象是第四方面军，好像是啊，第四方面军，最后另立中央，35年另立中央，后来失败又向毛泽东认错，然后就38年就脱离共产党，就是从西安找国民党啊，找国民党。48年举家逃到台北，混不下去，又去了香港，最后从香港到了61年就去了美国啊，美国就在当地教这个中共党史啊，中国写回忆录啊。68年去了加拿大，所以张国焘下半辈子基本上是颠沛流离，住进了这个老人院，老人院靠这个救济啊，他的死就很惨，他是瘫痪，最后是瘫痪啊，瘫痪在床，然后呢，翻身的时候毯子掉地上，他没有力气去捡，年纪大了动不了，结果是活活冻死，可怜，82岁。这是张国焘，张国焘就不得善终啊，也是不得善终。然后刘仁静出席医大的时候只有19岁，他是医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人啊。但是他也死在最后啊，但是死于非命啊。医大之后，刘仁静是负责共青团开务，然后就派到苏联去学习，精通俄语。然后留苏期间经历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然后陈独秀被罢免之后，他跟陈独秀一起建立了中共党内的托派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最后就脱离了中共。1930年，他被国民党拘捕了几年，然后又被驱逐啊，然后这个共产党不要他，这个托派也不要他。然后中共建政之后呢，他改名换姓，在大学讲课，然后为苏联专家做翻译。但是作为一大代表，他也没有逃过历次政治运动，所以呢，他患精神病。到了文革他基本上就在青城监狱关着。到了76年文革结束啊，他回家已经76岁了啊，76岁。但是呢，76岁在家里过了10几年的平静的日子。1987年8月，他去公园做晨运，晨运的时候被公交撞死，时年85岁，也是死于非命。然后2名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说过啊，就是一个是荷兰人马林，马林是这个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也是共产党中共成立的一个主要的灵魂性的人物啊。他在中国一直待到23年，然后回莫斯科，反对斯大林，就回了荷兰。二战的时候呢，他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最后被这个纳粹抓住被42年被枪毙啊，当年他是52岁啊。另外一个就是尼科尔斯基是21年到37年都在中国，基本上都在中国。38年呢就被苏联抓起来，38年就回苏联，然后就被抓就说他是间谍，直接拉出去枪毙。当时还没到50岁，然后到了56年又平反，所以共产党就这样，抓了枪毙了，然后再平反，然后共产党永远是对的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有2个人，一个就是没有参加医大的，一个就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李大钊我说过啊，后来就死了，就是被这个张国焘供出来被抓，最后被杀。然后是陈独秀，陈独秀你一听这名字就晚景凄凉然后他缺席，然后但是呢，他干了5届中共的总书记，比毛泽东还多一届，毛泽东4届啊。那么他就一直主张中共要独立自主，
所以呢，共产国际长期跟他不和啊，到27年被免职，然后就是他就成立了托派，托派成为党内的反对派，32年又被抓，判刑8年，判刑8年，这个后来77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出来了，所以呢，他呢，共产党不理他，国民党也不理他，他生活清贫啊，百病缠身啊。那42年64岁死于这个江津啊，就陈独秀啊。所以总结起来，我们总结一下，中共成立是基于这个共产国际，它是苏共的国际分部啊。那么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发展起来啊，然后借抗日之机壮大实力。那国民政府的失败，其中当然主要是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腐败和独裁，难辞其咎啊。那么中共建政之后，推翻了当初他对宪政的承诺、民主的承诺、自由的承诺，所有承诺全部不认账，然后建立了一个集权专制的这个统治政权啊，集权的政权啊。那么过去70年，中共直接或者间接死在他手上的中国人，是抗日死亡人数的4倍以上啊。然后在中共之下，当今中国的腐败现象之烈，亘古未见啊。所以所谓的反腐倡廉、从严治党都是笑话啊。那么这一次啊，中共用大规模的党庆来证明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和他政治的威严啊，这是第7啊。最后，我相信现实会教育中国人民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说，当我们在回看中共建党100周年这个历程，你可以看到2点。第一点，中共的使命从来就没有把中国人民的幸福放到他的使命当中去。一个政党如果他不是把人民的幸福放到他的使命当中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就是他的使命的原材料。这是第一条。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中国人民有1毛钱的关系吗？没有1毛钱的关系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在过去一段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帮中国人民做一件好事？大家可以讨论区讨论，好吗？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 ，OK。好，我们来看看明谢啊，郭潘塞，谢谢，开喜，谢谢 ，Melody 张，谢谢，感恩王先生的启发 ，OK。观点，习近平今天的谈话确实有被迫害的妄想症，也没有提不放弃武力攻台。其实他的内心应该也明白，目前中共内部全烂了，不敢提愿景是怕被时间打脸。他本来就没有愿景，中共其实不需要愿景，中共只有一样东西。其实我们讲他所谓的政治理念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其实把所有东西扒开了，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政权。政权是中共的唯一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因为他除了政权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观点，中共这次100年党庆如同香港回归一样，天怒人怨。后期看了一下视频，北京也是阴云密布，只能说老天都不给力，如何顺利执政啊？老天不是不给力，老天是不给面子啊。
观点 ：CCP 一直声称为人民谋福利，事实上，这100年来，CCP 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堪比五胡乱华，从人口、古典书籍、文物古迹，各种人才都遭到不可逆的破坏。观点：这次大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叫年轻人唱红歌，年轻人宣誓，在年轻人面前说狠话，其实就是觉得要把年轻人彻底洗脑洗彻底。很快，之前的政治课、红课就成为今后教育的一个主要方向。现在都有了政治课、时政课，现在专业课里面都要加时政内容。你想想看，什么情况？我们公司今天在每个人的座位上放党旗和国旗，普通人完全分不清楚党庆和国庆。朋友圈发庆祝的基本上是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只有极少数人深红会提祝党生日快乐，根本搞不清楚。观点：真替北京人民感到辛苦，搞个庆典，他们才是最受累各种生活不方便。那北京人这算啥？每年的两会的搞一大通，然后党代会得搞一把，各种党代会搞一把，然后每年两会搞一把等等。北京人民就得忍受这些观点：在古代君主专制时期，一般有大型庆典的时候，都是全城发钱发米，表示普天同庆。会全城戒严，但一定不是庆典，一般都是皇帝死了才会戒严。另外，在古代，排比句是小孩子才用的句型情况：王老师你好，您分析网友所说的什么墙内遍地都是脑残和粉红，非常精准到位，符合大陆现实情况。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不管是领导、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没有一个真心拥护共产党的。唱赞歌的无非就是您分析的那几种情况：盲从跟风赶时髦，享受共产党利益的和想得到党的好处的。私下聊天没有一个不说共产党是黑恶到了极点。还有一部分盲从认为共产党就代表这个国家，混在一起才从表面上看起来像遍地都是粉红，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认为这风向一变，你看全变了情绪：我就是体制内职工，因工作能力不错，单位作为后备干部培养，在领导多次旁敲侧击下，今天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交完后到现在都很痛苦。我讨厌他们，但是为了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我只能违心加入情况：今天打开朋友圈，全是刷屏的红色内容，不管是不是党员，各种光荣骄傲很多人党国也不分，看得真是恶心，我直接把朋友圈关掉情况：朋友圈一直是中共恶意洗脑的利器。以往中共在朋友圈里制造一种铺天盖地的炫耀张扬的氛围，按常理来说，这种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的内容根本火不起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共在恶意推广，目的就是让韭菜们互相嫉妒眼红。这次党庆也不例外，铺天盖地的红色内容让人产生一种红色恐惧，只有附和这种红色恐惧，才会让自己感到安全，这就是中共的目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就是用这种红色恐惧情绪。看习讲话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他说初心是实现民族复兴。我本来今天就想请与王老师互动时提出，没想到王老师已经注意到并透彻地分析了其用心。佩服王老师真的是非常敏锐，感谢王老师一贯的反洗脑，开启明智和独立思考能力，谢谢你。情绪：今天在油管看了中共100年文艺汇演，真的就像王老师说的，前50年有刀有枪，人多势众，声势浩大都表现出来了，后50年刀是没有了，但是换成飞机大炮坦克，
军队喊口号，跟着党走，完完全全的党卫军了。情况今天已经在朋友圈看到不下3个人截图习近平讲话，下面配一句：“您一统江山，我好好上班。”太反胃了，这有多么严重的奴隶精神才能这样？人和人差别真大。观点：习说帝国主义会在14亿人铜墙铁壁的头破血流，明明是党庆，应该说9000万党员血肉铸成的铜墙铁壁。可见中共的心态是功劳都是我的啊，需要牺牲大家一起上，主要是韭菜上。看来呢，我们上次讲那个谁，赵立坚啊，赵立坚讲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不是口误，共产党就真的把中国人民当作铜墙铁壁啊！你看习近平也这么说，习近平说这个14亿人民组成的铜墙铁壁，他不说他自己中国共产党党人，中国共产党的9500万人组成铜墙铁壁，他党就不组成铜墙铁壁，党在铜墙铁壁里头，14亿人民就是中共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把人民当做什么？当材料啊，至少是铜墙铁壁的材料吧？是不是啊？我们不是讲这个用简单的逻辑词汇，不是的，是真的，他是这么想啊，他是真这么想啊。提问：看着满屏的各类新闻，然而觉得跟老百姓并没有关系。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香港被搞成这样，之后会对外用哪个地域来进行对外的对接呢？闭关锁国是不是大概率的事件？闭关锁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啊，特定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和外部截断和外部的关联。我举个例子啊，明清闭关锁国干什么？禁海啊，明清都禁海，禁海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下海捕鱼，不能对外贸易，那叫闭关锁国啊。那么，所以闭关锁国其实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那么，中国能不能闭关锁国呢？中国承受不起闭关锁国的后果。为什么？中国对外依赖，中国对外部的依赖比大家想象的严重的多啊。中国如果没有出口，中国经济大概也会萎缩60%，中国会剩下40%的经济规模。那你想一下，如果中国经济没有了60%，你说说中国的工厂也得倒闭多少啊？如果中国的工厂倒闭多少，那么为它配套的又会倒闭多少？所以中国承受得起吗？中国承受不起闭关锁国。中国要是闭关锁国的话，中国经济会崩溃啊，会崩溃。如果有那么多的工厂倒闭，那银行也得倒闭，那人民币也完蛋了。所以我看不到中共闭关锁国的动机和实施的可能啊。观点：除了广东省委书记没去，钟南山也没去。去年抗议颁发勋章的，除了钟南山都去了。我刚才讲的那个级别，钟南山排不到呢，钟南山排在这个广州，还没排到北京呢，但钟南山没有资格，没有轮到钟南山这个级别啊。情况：湖南党庆晚会有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里面有句歌词直接改为习近平的思想放光芒啊，不仔细听还听不出来，居然被我发现了啊！这个湖南会拍马屁了啊！湖南的马屁水平是比较高的，马屁水平比较高，从中国来讲哈，一个是辽宁，辽宁拍马屁水平很高，还有一个就是湖南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就是山东啊，这3个地方马屁水平比较高啊。情况我在体制内工作，2次直接拒绝的组织将我列为发展对象，后来组织再也没有找过我，虽然因为不是党员而失去2次非常重要的工作机会，但因为身份的问题，在最后关节筛掉。虽然也曾经对自己的失望，但是不后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情况坐标墙内。今天小孩幼儿园老师拍视频唱党歌，还做成镰刀斧头的党标样子，真的无语。观点：既然欺压我们，但是领导干部的孩子还是趋之若鹜的去人家那里，钱也是去那里，有名有钱有权的人都千方百计的想去，这种欺压说的真的让我们觉得可笑。其实照我看来，就是捆绑版韭菜一起对外，这种洗脑还真是厉害。观点：天大的笑话，执政党是相对反对党或者在野党而言，一个不存在的反对党和在野党的国家，何来的执政党？情绪：今天在抖音直播间说了一句七一群魔乱舞啊，仅仅几秒钟我就被迫下线，账号永远封禁啊。OK。提问：王老师好，我一直有个疑问，那么多讨厌习的人，为什么党庆期间安保措施却没有漏洞，没有人来暗杀或者是发生一些事情？你为什么要想这样的问题呢？理论上来说，你做严格的安保都是防止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观点：习近平将党的目的用中华民族复兴掩饰，就是偷梁换柱，一为掩盖党天下的事实和党大于国的实质，二为借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将仪式化的震慑人心作用和许诺美好民族愿景蛊惑人心的作用结合在一起。但韭菜现在越来越眼明心亮啊，陪习总演戏，习是入戏太深，不自觉地成为了那个新时代穿新衣的皇帝了。写得好，不错。情绪：今天的朋友圈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不知道明智是真的不开化，还是明白人不吭声。不过也有勇者不同的声音。赵太爷过寿，府上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愚蠢的佃户们也跟着欢欣鼓舞，全然忘了赵家是为了过寿，佃户们的租子又多收了2成。最兴奋的是阿 Q， 仿佛这也是他的荣耀，全然忘却了被赵太爷扇的耳光。这写得好。提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过共产理论时，他们的用心应该不是邪恶的。1921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初创 CCP 的那群国内人，他们也不是怀着邪恶的梦想，意愿改造中国。请问王老师，是什么让这样一批人最终站在了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和人类的反面？好问题啊，好问题。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运动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强调一样东西啊，你说的非常的对，他是要改造中国啊。他们在改造中国的时候，他们放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人性。所有的共产党，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有的人类改造运动，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理想状态，理想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要把现在的人类生存状态改造成为他们想要的那种生存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代价的是什么？是人民。人民付出的是什么代价？是血的代价。所以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忽略了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所以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矢志不渝的要实现他们的理想，所以人民就矢志不渝的在付出成本、付出代价，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举一个例子，当初的这个中共最早建立根据地啊，在江西、湖南这个边界的地方，他们是怎么生存的呢？他们就是抢，绑票啊，抢。那如果你是为了人民好，你就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你要他参军，你说服他参军不行，直接把别人的房子点着，然后你就跟着我走，参加红军吧。他们是这样子做的，绑票啊，绑票，把别人家的孩子抓来，现交多少钱，不交来把人杀掉啊，就算交来也会把人杀掉，就这种，这就是一开始他们做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就更多了啊，我们就不说了。所以你说他怎么站到人民的前面去？他们从这件事情理念的本身就已经站在人类的反面了，因为这个行为本身是反人类啊。提问：中共100年生日，台湾的蓝营大佬纷纷送上祝福。我之前经常看这些蓝营的节目，他们的表现很亲近中共，帮中共唱衰台湾，还帮中共洗脑墙内人。但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反共的，想大陆民主化之后好回大陆，我才不相信呢。有这么回事吗？我不相信。我认为蓝营那帮人都是亲中共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我在国企工作，有没有必要往外企跳槽？我现在很想跳槽，觉得不安全，因为我在同事面前公开过政治立场，但又担心阿共仔排挤外企或者外企撤离跳过去以后，未来风雨飘摇。好问题。一般来说，在国企工作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话，去外企都比较难适应。为什么？大家知道，在国企的生存法则和在外企的生存法则完全不同。所以你先要考虑一下，你在国企，工作了这段时间，会不会让你无法适应在外企工作？先把这个想明白，你再考虑其他。至于所谓的公开过你的政治立场，我不知道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其实呢，就算是国企，也没有那么认真啊。你说呢？观点：我是新疆人，本科留学澳洲，从小就觉得当官的都不是好人。成长的过程中，倒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也是看了油管，也逐渐认识政治。留学回来在上海工作，身边的同事朋友也都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关注。党好不好，我们大家都可能有自己的判断，但努力工作的白领确实感受不到太多负面。一方面是洗脑，另外一方面忙于生计、消费、旅行，感受更多的是经济上和国际地位上的提升。所以我对这些一线白领反共的可能性保持悲观。好吧，我不表态了啊，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外部世界的感受，每个社会阶层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这就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的原因啊。当然，就算是白领，就算是中产，其实北上广深的这些白领和中产，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是非常脆弱的啊。情况，我父亲也是优秀党员，今天还为各自政见
不同吵了起来。不过王老师说过，不必要和家人争吵，又马上冷静下来。我相信大部分人只是跟风，一旦崩溃，这群人也不会为了保护党去拼命的。观点：毛去见马列后，中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本以为中国人逃脱了瞎折腾的黑暗时代，不料深受文革影响的红卫兵夺取政权，中共又被拖回那个瞎折腾的时代。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市场经济还走得下去吗？现在的经济形势好像回不到原来的计划经济，那些 CCP 以后带着全国人民往哪条路上走，貌似哪条路都走不通。我讲过很多遍，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没有出现计划经济的条件。那么中共虽然在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大力发展国企，但是中共仍然会运用市场经济啊？为什么？如果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整个国家会崩溃啊。那么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我讲过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10几亿中国人的996，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就是市场经济。如果中国没有市场经济，那当然中国也取得不到现在的经济上的成就。所以大家不要一讨论就是取消市场经济，中共不会取消的。包括小学博士也明白，中国是不可能放弃市场经济的。OK 啊，情况今早索尼公布发布会的时间，7月7号10点，小粉红硬将此与卢沟桥事件挂钩，痛骂索尼辱华。有人劝说不要过度解读，也被骂。索尼最后只好删除信息，并且致歉。反正大家都把中国市场慢慢的往回退就对了。明谢 Hele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